美国点炮惹怒了中国怎么办？美国这一方面很有一手啊，为了惹怒中国做准备，美国自信点了炮仗能跑，中国追不上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讯说。众所周知，即便拜登没有喊出美国回来了，直接将中国定义为最大的对手，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活动那也是十分频繁，那更不要说在拜登将中国视为主要目标之后了。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发布了一组数据，美国军机在今年1月份抵近中国南海侦察的频次达到了64架次，虽然相较于去年的12月份有所减少，但是也只是减少了4架次而已。而且呢，随着美国又找到了菲律宾要了4个军事基地，可以预见的是，已经在菲律宾能够使用9个军事基地的美军，那势必会进一步扩大在中国南海的军事活动呀。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，本以为菲律宾就算不会拒绝美国，但也不会直接同意美国的要求，而是会跟美国讨价还价一番，给美国开放1、2个军事基地，就那么意思一下。可是呢，这菲律宾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美国，虽然能够看出美国对这4个军事基地呢是势在必得，给菲律宾施加了不小的压力，但是同样也可以看出菲律宾也还是有点小心思的。虽说菲律宾没有如同日本和澳大利亚那样直接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，之前杜特尔特对美国的强硬态度，线下呢，这小马克思积极推动与中国的合作，也不像是要跟中国碰一碰的样子。但是呢，这菲律宾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，菲律宾军方也是亲近美国，这本身就很难拒绝美国的一些要求，再加上对中国南海的一些想法，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菲律宾配合美国在中国南海的一些军事活动。而美国的这一动作，也是在提醒中国，该用一些实际行动来警告美国，不要轻易去打中国的主意。那更是要以此来警告一些蠢蠢欲动的国家，不要跟着美国淌这趟浑水。如果中国没有动作，该有的震慑没有给到的话，周边的局势只会进一步的恶化。我们在高原没有低估印度铤而走险的决心，在周边海域更不应该低估美国铤而走险的决心。这就好比这段时间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的气球事件，美国最终无视中国的警告，出尔反尔地击落了中国气球，那就是想要释放一种美国有能力击落中国气球，也敢击落中国气球的信号。这一向好战又远离亚太的美国，在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目标之后，任何能够打压中国、踩着中国证明自己的机会，美国都不会轻易的放过。那尤其是在针对中国的战略当中，美国还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美国在这一方面那是很有一手的。在中国头上点炮，那要是惹怒了中国怎么办呢？美国开始在亚太奔走，在中国周边大搞防务外包，并且试图组建一个又一个的军事联盟，那就是为了惹怒中国准备的。一方面，这么做的话，在更靠近中国的地区建立工业生产基地，能够进一步强化美国的军事优势，帮助美国更好地对中国展开军事威慑。而另外一方面，将更多的人拖下水，把日本和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乃至北约挡在美国的身前，也让美国自信点了炮仗能跑，有这些炮灰给美国挡着，中国绝对追不上美国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